陈星旭被救瞬间为何破译播放？王玉雯水下一个细微动作，让肚脐之吻甜到让全网沸腾，内幕让人心跳失序。最近，一个短短10几秒的落水营救片段，突然像被点燃的火药一样席卷了整个网络。画面中，陈星旭在水中被浪头压得几乎失去意识，动作迟缓，眼神涣散。而王玉雯在冰冷刺骨的水里快速接近他，用几乎是本能的力气把他托起。真正让所有人炸裂的是他那个细微到几乎被忽略的动作。他先确认他已经完全无法呼吸，才毫不犹豫贴近他，为了救援而渡气。这一瞬间的贴近，不夸张，不浪漫，却甜到让人心脏狠狠一跳。弹幕和评论瞬间失控，怎么会这么真实？救援动作居然比吻戏还心动，这不是演，是本能。可越真实的东西，越不可能是偶然。为了拍出这个毫无违和，甚至让人忽略镜头存在的救援场面，他们付出的努力与承受的风险，都远比观众看到的多得多。这篇文章将带你看到那段爆火片段背后的真正故事，从不被看好到靠实力站稳，陈星旭的低谷与坚持。很多人现在看到陈星旭，第一反应是稳了，有实力，戏感强。但他走到今天，从来不是一路顺风。学生时期，他一直在尝试各种类型的角色，端正的、愣头青的、隐忍的，甚至是带点反派味道的。他不是天选之子，也不是一出道就被捧起来的那种人。那时候唯一支撑他的是对表演的执拗。后来他凭某部古装作品获得了一波关注，本以为从此顺利，结果现实毫不留情。某年他主演的都市剧因为节奏问题导致口碑翻车，他被不少观众心疼的评价。好演员被剧本拖累了。更狠的是，剧组临时调整剧情，仓促结束，引来外界一波又一波误解。有人说矛盾多，有人说团队问题，外界声音铺天盖地，而他却几乎没有回应。不抱怨，不解释，不推责任，他像是在泥里越陷越深，却也一步步把自己推上来。所以到了这次水戏，他对自己说，这一次我不能留遗憾。于是每一个淹水的细节，每一次憋气的时长，每一寸表情的变化，他都不断推到极限。这是他给观众的回应，不是嘴上说努力，而是做给你看。16年友情打造的零隔阂默契。很多人不知道，他和王玉雯相识已经16年，不是天天腻在一起的那种朋友，更像在关键时刻永远能靠得住的老伙伴。早年间，他们都还是新人，经常遇到接不到好剧本或试镜失败的时刻。他们互相鼓励，不急着往外界解释什么，也不互相奉承虚假话，就像是并肩往前走的同路人。外界第一次注意到他们身后的关系，是某个典礼上。王玉雯和朋友聊天，陈星旭坐在中间，本来应该局促或尴尬，但他只是不动声色，无奈地笑了一下。那一笑是你们随便说吧，我习惯了。那是一种建立在长期信任上的自然，也是这份信任让他们在镜头前几乎不存在任何距离尴尬。这也是为什么观众会惊呼，原来多年朋友演情侣真的这么甜。这不是演，这是你懂我，我懂你。真正的默契是装不出来的。落水戏从不是浪漫，而是危险与恐惧。落水戏在观众眼中可能只是漂亮镜头，但对于演员来说是极限挑战。水温极低，浸进去几分钟就能让肌肉麻木。陈星旭为了模拟溺水状态，需要反复练习憋气，20秒、30秒、40秒，直到身体发麻，胸腔发紧。王玉雯也必须在冷的刺痛的水里不停游动，有时脸色被冻得发青，她自己都不知道。钢丝只能保证不会沉太深，却无法让身体不恐惧。能坚持下来是因为专业，也是因为他们互相托付。王玉雯说过，他只要在我面前，我就能演进去。这句话放在水戏里，不只是浪漫，而是一种信任的重量。渡气不是浪漫情节，而是专业动作的极致准确。观众看到的是甜到发烫的瞬间，但实际上，那是一个标准的急救动作。为了不出错，他们练了几10遍，
水下眼睛睁不开，耳朵里全是水声。导演的指令模模糊糊地传下来，每次上岸都咳得胸腔发痛，肌肉僵得像被冻住一样。但他们从未要求停拍，王玉雯必须保持呼吸节奏，靠体力拖住他。陈星旭必须完全放空，让身体无意识下沉。这不是浪漫，不是美好，这是极度消耗体力的身体搏斗。工作人员说，镜头里2秒的甜，背后是几十次凶猛的速拍。观众感受到的是甜，他们感受到的是生理与心理的双重挑战。为什么这幕让人心口发烫？因为它不是装出来的甜，是零距离的信任带来的自然反应。大部分剧的亲密戏让人尴尬，因为演员之间隔着不敢再靠近一点的无形屏障，但他们没有这层隔阂。16年的交情让他们在靠近对方时毫无紧张感，所以那一刻，不是刻意营造氛围，不是表演技巧驱动情绪，而是自然产生的温柔。播放破亿不是侥幸，而是实力累积。如今的视频爆红很快，但要破亿播放却极难。一个片段能突破平台壁垒，被疯狂转发，掀起讨论，靠的绝不是运气，没有精心准备，没有反复打磨，它绝不会呈现得如此自然又精心。网友说得很好，甜不是强调出来的，是情绪顺其自然地溢出来的。敬业的价值是从一次次跌倒中站起来。陈星旭经历过质疑、风波，也有被误解、被低估的日子。他原本可以选择迎合市场，走轻松路线，但他偏不。他宁愿选择困难、沉重的角色，宁愿挑战体能极限，也不愿随便敷衍一个镜头。水戏中，他憋气到眼眶通红，身体失控，但他不喊累，因为他知道，演员专业不专业，镜头会告诉观众。九娥王玉雯的努力同样值得被看到。她外表软糯，但实际非常能扛。拍摄动作戏时，她常常带伤坚持；拍水戏，她从不要求替身，怕冷也咬牙坚持，怕憋气也反复练习。她不是天赋型演员，但她比许多人更愿意付出。她最怕的不是冷，不是累，而是表现不自然，让大家失望。这种态度比任何营销都更能让观众尊敬。当甜意不是虚构，而是真实堆叠，它才能穿透屏幕。好演员永远用作品回应质疑，经历过的风风雨雨，他们都没有主动解释过什么。他们选择的方式只有一个，让作品自己说话。未来很长，但他们已经走在正确的路上。这10几秒的片段火了，其实是多年努力累积的回响。如果这篇文章也触动了你，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想法，也欢迎订阅关注。未来我会继续带来更多真实、有力量、有温度的幕后故事。你的每一次点赞与留言，都是我持续创作的动力。谢谢你，我们下次见。